这些东西啊，你看全经讲的或者古人讲的那些东西啊，他都是讲出来很简单，他用很简单的话讲出来，那他没有说里面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这没办法说，每一个东西要说明白，那不是好几部书啊。所以有人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再写第三本书了？我想半天，我怎么写？没办法写。看不懂，我只能拍影片啊，去看啊。你看到多少就多少。所以要用心嘛，我就留给那个认真的人去看。所以我到欧洲 seminar 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嘛，有一个是芬兰，他是一个已经50-60岁了，他是芬兰少年国家体操队的队员，一辈子练体操，结果他来 seminar， 他喜欢跑步，年纪大喜欢跑，哇，那个身上的肌肉，他瘦瘦的，所以那个肌肉啊，一条一条的。我说你怎么会知道我？你怎么会来我们seminar？他说有一天他在书店呢翻书，我也不晓得我的书会到那个地方去。他说他看到我的书，就是第二本是拍照片比较多的。他翻开看我的那个照片，他看我的照片说，他就看出来，他说哇，这个人一定知道什么东西才可以做出来这样的知识。我第二本书就是要用照片让大家看我要传达的东西。为什么他看得懂？因为他是从小练体操的，他对那个肢体非常清楚，所以他能够看得出来你的身体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做出这样子的动作，他看得懂。他就来我的身边，每一年都来。所以我只能把这个东西，他拍影像拍这些东西，只能放到公开的。我为什么要公开？就是给看得懂的人看啊，是不是？留到后面去啊，也许第一代，也许2代，也许3代，反正这些东西就放那边了。能够看得懂的人，看得出来的人，他就学去了。听不懂？所以很多东西啊是这个样子。我刚才光是这个手臂这个，你没有做出来，你就会有很多的疑问，懂了吗？你做出来就没有疑问了。那你有疑问，我跟你讲，可是你还是做不出来，我讲了你还是不懂。我请问，我刚才讲的这个，你要写书，你要怎么写？因为我第一本书，我想了很多方法，在巴姆掌的那个上面，我这个关节画一个圈，这个方向；这个关节画一个圈，那个方向，是不是？我想半天想出这个方法，告诉你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关节的转向是什么，那个关节的转向是什么。有时候有2个箭头，就是你往前的力量是一定要有的，在往前的力量为基础当中，你要转到这个，你有一个力量是转到这边。我只能用这样子来表示啊，不然你要怎么讲？是不是？我更不会用那个什么肌，用那些医学名词、解剖学名词来讲，是不是？没有必要啊！你讲的也是白讲的。那我自己要去找我这个动作牵涉到哪几条肌肉，我去掉我半条命，是。老师那个图啊，就是老师刚刚讲那个方向的图，有写一些，不知道是12经经还是12经脉，那个有需要去了解。有啊，那就是方向啊，那不是12经经跟
中医的那个12经的图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中医的12经是根据那个经脉图来的，我们这个不是，我们练武的经是以力来形成的。那老师写的那个到底是什么？那就是以力来形成的。可是我还是因为经脉图，可是只有写那几个字。对，因为那几个点跟那个经脉跟气的那个脉是相合的。所以我只要看断点就好，对，不用看整条路。不用，那一条经脉里面也只有几个关键的点嘛。你在做导引的时候，你掌握到几个关键的点就行了，不需要去认识所有的。我也没有去背，我也没去背那个。可是这样子为什么不直接讲说，比如说我这边是什么穴，这样就好？那你要去多了解一个什么穴，不是要头脑更复杂吗？哦，我们学任何东西最麻烦的就是这个，你要先认识一大堆专有名词。你把专有名词认识完了以后，你已经花去一半的时间了。因为经跟经脉是讲整条路的，可是老师刚刚讲法好像就一个点知道。本来就是啊，它关键的跟导引有关的，就那几个节点嘛。像我们这个一个节点，它是在这边嘛，以心来讲嘛。然后第二个你要带领的是什么？是在这个地方嘛，就是每一个主要关节嘛。你每一个主要关节，你把它转过去了，这条的方向就对了。那至于它们之间有多少穴，没关系嘛，因为你这两个带出来了以后，中间的就有啦，中间的就通啦。你头尾顺畅了，中间不是就顺畅了吗？听不懂？是。所以我们的是以什么？以力来带出那个经，所以你只要掌握到那几个力的点就行了。啊，我们又不学扎针。啊，好，说的八卦很精准，就是老师的书。八卦很精准那本书。对。啊，那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那是证明。另外一个证明之一就是我这个掌为什么是属心的。除了导引它会导引到心之外，它跟12经脉里面的心的脉是相通的，所以它在做的同时，导引的同时，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打开那个气脉。听不懂？哦，对，那个是一个参考。啊，对我说的八卦拳的设计是很不容易的，就太天才了，能够设计出这样的东西。